告别新生的国度，追寻指针的脚步，再次踏入波澜壮阔的伟大航路。揭开大海混战序幕的是邪恶又强大的海贼组织。大家好，我是朱爱本。海贼王1056话10日公会已经更新，新的冒险即将开启。扉页继续短期连载《吉尔玛无感情海游记》第15期。吉尔玛军团遭遇前所未有的强敌阻击，甜点匠心之手的卡拉库利与考兹大臣欧文一起出手痛击入侵者，吉尔玛陷入苦战。正片开始，花之都的盛宴终于平安落幕。刚刚经历了激战的武士们正在将军府内疗伤。振作一点，雷藏，千万别死啊！小忍竟能把人瘦成这样，何等可怕的妖术！躺在病榻上的是被生生果实力量抽取了养分，变成人干的雷藏和小忍。虽然不甘心，但那个男人说的话却有道理。有凯多在，和之国不会被敌人袭击。他即是意志力。警卫们十分懊悔，磕头向大家道歉。绿牛入侵时，他正好去了酒里，对这场战斗毫不知情。阿猫笑着安慰同伴，战斗中的损伤无法避免，但因为桃之助大人的活跃表现，损失已经降到了最低。猫老大又问起了阿赫的情况，警卫们一脸凝重，说不上好。博罗镇被烧毁，阿赫的脸被严重烧伤，好在没有性命之忧。在城镇的废墟中，阿赫正在与婆婆道别，聊起刚刚来过的警卫们，阿赫一脸羞涩：“你现在也是花之都的人了，赶紧去吧。”“是啊，我想一直陪在他的身边。”那份情谊跨越了20年的磨难，终成眷属。没想到过了20年，阿赫还是这么漂亮。喂，狗都不想理你哦，这么肉麻的话，那可真是太好了呢，景大人。可喜可贺，你要赶快好起来，雷藏。武士的战斗终于告一段落，重逢与离别总是交替上演。另一个房间内，毛皮族首领们聚集起来，白昼之王与黑夜之王召唤加洛特，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：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毛茸茸公国的国王了。国王，好呀！单纯的小兔子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以为是如同往常一样的普通任务。等回过神来，尖叫声已经传遍将军府。等一下，国王，不行，我怎么可能当得了？两位国王耐心地解释，他们打算留在和之国，作为光月家的武士保护桃之助大人。而加洛特有着和路飞他们出海过的经历，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人才，在你身上有着下一个时代所必须的东西。可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很多啊！那是当然，保护国家安全是我们的工作。西西里安代表火枪队表明决心，也是让加洛特放下心来。毛皮族的战士们会和他一起保护好佐乌。加洛特，我也支持公爵大人的决定，更何况在你心里还继承着佩德洛的意志，不是吗？加洛特想起了那位舍身换来黎明的前辈，心中的觉悟再次坚定。两位国王顺利地将千年的历史与崭新的未来托付给了下一代，今后的佐乌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。将军府内另一侧，宣麦之亲也终于相认。寿喜烧向桃之助和日和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两个孩子扑倒在爷爷怀里，失声痛哭。抱歉啊，一直瞒着你们两个，谢谢你们。桃之助，你长得真的是和玉田一模一样。对于失去双亲的我们来说，还有亲人在世，已经是莫大的幸福。我也一样，所以请您不要再道歉了。寿喜烧起身看向身边的赤鞘武士们，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惊讶。果然都察觉到了吗？明明没有祭典，还一直戴着天狗面具，绝不是普通刀匠。但是由我们来说，实在有些无力。小菊和伙伴们开心地看着这场重逢，唯有警卫们一言不发，陷入沉思。原来是寿喜烧大人吗？我竟然完全没有发现，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不过人没事就好。寿喜烧这次公开身份，是为了把一些事交代给大家，并希望之后不要让民众知道自己还活着的事。他打算就此隐居，由创造了这个新时代的主角们继续带领和之国走下去。您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罗宾正在将海底深处的惊人真相告诉伙伴们。普鲁托就在和之国吗？对，虽然现在没办法看到，但肯定错不了。那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就是弗兰奇烧掉的那个设计图吗？是的，拥有神之名的古代兵器，冥王普鲁托。路飞，你想要吗？不要。果然在预料之中呢。但是玉田曾想要把它解放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什么？你们说熟女就好像是兵器一样？你谁啊？房间门突然被推开，一高一低两位美女闪亮登场。那个曾经惨遭岁月催熟的小忍，颜值神奇的重回巅峰，在他身边跟着的是刚刚加入的新人忍者阿玉。是我啊，小忍，因为遇到事故，现在变瘦了。三日忍不住尖叫，多么美妙的瘦身方法！小玉摆出结印的架势，告诉路飞自己已经成为了小忍的徒弟。一旁的娜美被彻底萌翻，忍不住抱了上去。我会变强的，下次见面时，请让我成为你们的伙伴吧。只要你会用忍术的话就可以。就在众人玩闹时，房间不起眼的角落里，一滩奇怪的软泥正在蠕动。还有这种事，普鲁托在和之国继波塞冬之后，竟然又出现了一个。我必须马上把这个情报告诉那个人。时间又过去了几天，和之国重新走上了正轨，街头各处一派欣欣向荣。和之助正站在城楼上，注视着这个国家的新生。加成递上了各项复兴的计划表，桃子一时看出了声。孩童们快乐的嬉戏，大人们洋溢的笑容。将军这个名号既是一种荣誉，更是一份重担。守护好这个国家，守护好每个人的欢笑，就是将军的重任所在。
桃子反身走回城内，准备再锻炼一下自己的技艺。索隆，能再稍微交代下一点剑术吗？桃子冲到大厅，却发现空无一人，瞬间感到不妙，撒腿就跑。他呼喊着草帽一伙每个人的名字，穿过了将军府每个可能的房间，却完全找不到恩人们的踪影。终于在琴房遇见了正在练习弹奏三味线的日和与护子。日和，你知道路飞他们去哪了吗？他们已经走了哦。早上跟大家打完招呼之后，好冷清呢。桃之助大吃一惊，怎么他们完全没有跟自己道别呢？警卫们慌慌张张地赶来，原来他也是刚刚知道。草帽一伙跟传次郎他们挨个打了招呼，却唯独没有和警卫们说这两个被落下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此时兔晚的茶饮港边，基德海贼团、红星海贼团以及草帽海贼团正在做出航前的最后准备。三个海贼团十分巧合地选择了同一天出发。草帽当家的，你们改期吧，同盟已经解除了，我们现在是敌对关系了，我们早就定好是今天了。既然撞到了一起，也没办法，来选个方向吧。记得拿出记录指针，上面正指着3个不同的路线：东北、正东以及东南。路飞和基德毫不犹豫脱口而出，都选了位于中间指针的东方。罗泽选择了东北方向，看来我这边没有问题了，走东北方向才是最快的，那是最佳路线。中间，小孩子才选中间。路飞和基德吃了没文化的亏，彻底傻眼，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抽签，决定谁可以走东。结果是基德赢了，路飞输得一塌糊涂，直接惨叫：抽的什么烂签啊！我对不起大家，往哪走不是一样危险吗？别管什么路线了，快过来搬东西！我明明是4皇，抽签却输了，你小子挺拽的嘛！但说到4皇，我首先瞄准的是这家伙的脑袋。那整张海报摊开的是震惊大海的邪恶组织十字工会，前王下七武海之一的杀鳄鱼克洛克达尔，顶上战争后再次杀入新世界。而同为前王下七武海的鹰眼乔拉克尔米霍克，以世界第1剑豪的强大战力，也宣布加入该组织。同时拥有着左膀右臂的强大助力之人，是在2年内迅速崛起，顶着无数光环的传奇大海贼，前两道化巴基船长，如今已敬畏4皇，君临大海。路飞盯着这不可思议的海报。克洛克达尔和鹰眼看起来就像是巴基的部下一样，按照鹰眼的个性来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两人要是真的归顺了，那他确实配得上皇帝这个称号。可那家伙就是个白痴而已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记得聊起了十字工会的一些行动。这个组织似乎开始给海军加上了悬赏金，发出了通缉。曾经作为主动一方的海军，现在同样也害怕来自民间的暗杀，世道真是变化莫测。当我们停留在这个闭锁国家时，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自己选的航线都没有意见了吧？从和之国出去的那一瞬间，我们同样也会杀个你死我活。记得一脸坏笑的说完开幕宣言，罗直接丢下一份情报，头也不回的走向极地号。这是什么？特拉法尔加路标历史正文的踏本，你们也有获得他的权利。抢宝这种事太无聊了，我是不会做的。基拉摊开踏本，果然凯多手上也有一块，而另一张是被比格曼的匠心盗走的那块。2名4皇珍藏的路标全部到手，距离终点又迈进了一大步，足以让人热血沸腾。记得，我们也必须拿到这东西才行啊！若想要加入这场争夺 One Piece 的大战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去找烧山男吗？情报还太少了。烧山男的称呼第一次出现，引起了众人的注意，但对这个人物，似乎连罗宾也知之甚少。烧山男那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那对我来说更有利了。什么嘛？快说！此时的花之都将军府找不到草帽一伙的桃子，试着呼喊了一下大河，没想到从屋顶传来了大河的回答：桃之助君，我在这里哦。原来他一直待在都城的最高处，漫天樱花庆贺着大地新生，新的冒险也即将开启。我决定了，接下来就去路飞他们那里吧。我要像光月玉田那样活着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56话的全部内容啦。下周降本合刊，所以没有漫画更新。本话和之国篇的故事完成收尾，大部分角色都有了交代。焦洛特成为国王，小忍继续照顾小玉，寿喜烧祖孙相认。可以说，这主流篇以来的大部分新角色都有了不错的归宿。备受期待的巴基大神也在本话露面，十字工会的出现算是交代了他成为4皇的原因，但也留下了不少谜团。而本话最大的悬念还是被忽略的警卫们和桃之助，以及准备好加入草帽一伙的大河。可以预见下一话，这3人还会与草帽一伙有互动剧情。大河到底会不会上船？悬念即将揭晓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